说起核泄漏事故，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之一，也让全世界开始意识到核辐射的巨大风险。但是在这之前的3年时间里面，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墨西哥华雷斯城就卷入了一场离奇的核灾难中。让人不解的是，这地方没有核电站，更是没有核武器，怎么还会惹上这种大麻烦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源头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整个墨西哥几乎都被污染了，而且毗邻的美国也深受其害，成千上万的人暴露在放射性污染中，严重的甚至还损坏了基因染色体，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伤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起虽不出名，但影响范围极大的核灾难。华雷斯城是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城市之一，它位于美国与墨西哥的交界处，和德克萨斯州的阿尔帕索仅仅只有1河之隔。1983年12月6日，一名墨西哥维修工强行拆除了一颗不知名的胶囊，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圆柱体，于是准备把它带回家卖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圆柱体里面有6000多个银色小颗粒，充满辐射，在漫长的归途中，它们不断的释放。从这一刻开始，放射性物质泄露事件就已经悄然发生。其实要想追溯这东西的源头，还得从1977年11月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华雷斯城有一家私立医院购买了一台用于治疗癌症患者的放射装置，不过这是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公司非法引进的二手货，再加上缺乏专业的操作人员，所以只能放在仓库里面积灰，闲置了至少6年的时间。直到1983年的12月6日，医院决定把仓库里面的东西清一清，于是叫来了几个维修工人，他们被允许处理仓库当中的所有东西，能卖的都可以拿去卖了。其中一位名叫维森特的修理工，在这么多垃圾当中发现了这台治疗装置，如果能够转手卖掉这个大家伙，肯定能够赚不少钱。但自始至终没有人提醒他，里面含有6000个高放射性同位素钴60的微小颗粒。就这样，毫无戒心的维森特用手头仅有的几种工具，试图拆除这台装置。他简单粗暴地用锤子敲击，想看看沉重的铅外壳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宝贝。果然，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的圆柱体，虽然不认识，但看上去就很值钱。殊不知，此时此刻，6000多个钴60颗粒已经释放了。拆除完成后，维森特还在为今日的收获而沾沾自喜。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装上了货车，包括圆柱体。而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一路上，钴60颗粒不断地在散播，每到一处地方就会遗落许多细小的放射性碎片。就这样，维森特先是去了华雷斯城的一家垃圾场，卸下了所有废金属。随后，在回去的路上，维森特的货车出了故障，于是就停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没想到后来车的电池又被偷了，所以他只好把货车留在原地。注意，此时这辆被污染的货车停在一个热闹的社区附近，而且这一停就是3个月，每天都有许多居民路过，孩子们更是跳上车玩，影响范围急剧扩张。与此同时，垃圾场那边一辆起重机正忙碌着，它3下5除2就把所有的废金属混合在了一起。就这样，钴60颗粒轻松地散布在了整个垃圾场。这还不算完，垃圾场还和当地的几家金属冶炼厂有合作，因此至少有6000吨被污染的废金属被转运到工厂，在那里它们被融化，制作成为了建筑材料，比如钢筋和金属桌腿，其中一部分还出口到了美国，直到来到买家手里，钴60颗粒漫长的旅程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自从1983年12月6日，维森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拆解了钴60，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放射性物质悄无声息地被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口到了美国。到了1984年1月16日，一辆装载着放射性钢筋的卡车准备前往美国，可司机一不小心在中途迷了路，意外经过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恰好实验室附近布满了大量辐射传感器，可以监测设施外的辐射情况，所以当这辆卡车经过后，传感器立刻就感应到了辐射，瞬间触发了摄像功能，拍下了卡车的照片。随后经过一系列的追查，终于在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这辆卡车。大家想象一下，毫不知情的司机在休息过后，刚准备继续赶路，却发现自己的车正被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包围着，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卡车是来自于墨西哥的。美国当局立刻联系墨西哥，开始排查所有受到污染的材料。然而，双方处理问题的步调并不一致。美国率先收集了90%受污染的钢材，将其运送回墨西哥。不过好在，大多数金属产生的辐射水平非常的低，不会对接触过这种金属的人构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威胁。而墨西哥当局得知维森特的货车就停在繁华地带后，并没有如临大敌把他们移走，而是用栅栏把车固定起来，算是做好了隔离了。为了收集所有掉落的钴60颗粒，大概有180名工人被要求清理街道，他们用铁锹从泥土或者垃圾中筛选出小颗粒，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而讽刺的是，
相比工人们只是徒手拿一把扫帚，国家核安全与保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倒是全副武装，躲在防护服后面。仔细想来，要想追踪所有受污染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钴60被泄露到被发现期间，放射性物质早就不知道污染了多少材料，这些材料又流向了什么地方，以及涉及到了哪些居民，无疑是海底捞针。据估算，受污染的材料数量在6000吨到12000吨之间，而且至少已经进入到了3万个车间工作台。1984年1月20日，恢复和清理工作正式开始，涉及到的所有垃圾场、工厂都停工进行隔离。除此之外，有2360吨未使用的放射性螺纹钢被回收，但还是有1000多吨受污染的钢筋下落不明。为了提供帮助，美国能源部提供了一架装有传感器的直升机，发现了22个放射性场所以及8颗陷入公共路面的钴60颗粒。而事实证明，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据透露，数千吨放射性钢筋被运送到墨西哥多个州，用于住房和建筑，而且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钴60的栖身之所。回收起来肯定是相当的复杂，其中只有814座高污染的建筑率先被拆掉，另外还有大量新建的围栏和房屋面临拆除的命运。在这次事故当中，墨西哥有4、5个州都被污染，损失惨重。但比起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根据核监管机构的专家解释，在距离钴60颗粒5厘米的地方，每小时就会产生23拉德的辐射，而每小时产生1到50拉德之间的辐射，已经被认为是明显的辐射剂量。如果全身瞬间受到450拉德的辐射，那就会达到致命剂量。而且长时间坐在钴60颗粒附近，不出几天皮肤就会发红。假如小颗粒被踩到了脚底下，那么还会对身体造成局部的高度辐射。至于维森特被污染的货车，就是个大辐射源。在距离1米远的地方，货车每小时都会释放50拉德的辐射，附近的所有东西都会暴露在其中。一旦剂量达到100拉德，大多数人就会开始出现辐射损伤的身体迹象。想想那些在车子旁边蹦蹦跳跳的孩子们，真是让人心痛。据了解，在这场事故当中，大约有4000人受到辐射影响，不过只有3人受到了150到200拉德的辐射，其中包括了2名垃圾场工人，维森特的一位邻居。在接触钴60后，短期内会出现烧伤、呕吐和腹泻等症状，渐渐的就会导致血红细胞偏低以及暂时不育的症状。而维森特本人就是有过烧伤、呕吐和腹泻的症状，但他很快就恢复健康，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维森特也因此获得了仿生人的称号。然而，居民们更担心的是长期暴露的后遗症，毕竟还有一部分受污染的钢材下落不明，涉及到的建筑也不可能全部被拆除，所以居民们纷纷要求进行辐射检查。但现在根本测不出以后会不会影响长期健康。从理论上来讲，长期暴露于钴60会导致永久性脊柱损伤、白血病、癌症和遗传性病。而事实上，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年里，患有畸形、脑积水、皮肤感染、兔唇的婴儿数量明显增加，有些都早早的夭折了，更不用说患上癌症的人数。因此，居民们受到的实际损害是没有办法衡量的。1984年2月，墨西哥国家核安全与保障委员会在沙漠当中选了一块墓地，来埋葬所有收集来的放射性物质。不过好在钴60的半衰期约为5年，这意味着它的放射性每5年就会衰减50%。墨西哥当局表示，在25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指出，那里距离市中心大约只有24公里，墓地设施并不健全，绝对会污染地下水。况且时常还会出现强风和沙尘暴天气，用沙子覆盖只是徒劳。而美国那边因为担心未来会有更多受污染的钢筋进入国内，所以在所有主要过境点都放置了数十个辐射探测器。另外，维森特虽然暂时逃过了辐射病的影响，但医院管理部门强迫他签署了一份供词，承认盗窃医院设备的事实。可实际上，他是被叫去清理仓库的，而并非主动盗窃，而且上面也没有贴任何标识和文字。他从未被警告过远离该治疗装置。明明医院仓库是没有条件储存这类装置的，可他们始终否认这是自己的错处，还四处抹黑维森特，恨不得把全部的锅都甩给他。看到这里，是不是很震惊？切尔诺贝利事故虽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但这起发生在华雷斯城的事故也不容小觑，因为它连影响范围有多大，真正受害者的数量都无从而知，未来将持续多久的影响更是没谱。说实话，剩下受污染的材料肯定已经用于全国各地的建筑材料当中，甚至部分还运往了美国地区。虽然辐射剂量不会高得吓人，但没有人敢保证，在这些被污染的建筑材料附近生活的人，一旦患上癌症等疾病，和钴60毫不相干。
在利益面前，这些污染物不可能做到全部拆除和回收，所以不只是华雷斯城，墨西哥起码有4、5个州都长期存在危险的高辐射水平。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管理问题以及拉垮的应对措施。在这之前，提到华雷斯城，大家都会想到耸人听闻的黑帮、毒老大，又或者是危险之都的名号。现在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吧？华雷斯城曾经发生过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核泄漏事故。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感觉到墨西哥当局应有的那种如临大敌的紧张感，好像最后埋起来了，就好像是这件事情翻篇了，大家也赶紧都忘记吧。可惜最苦的还是无辜的民众，辐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根本就无处可藏，恐怕未来都要活在辐射的阴影之下，提心吊胆的过完这一生了。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